演戲有喜怒哀樂，但係人生有佢咧，就必定喜樂。人生萬變，但係有耶穌嘅愛咧，就永遠不變。猶太人復國初期以寡敵眾，但係仍然能夠拓闊疆界。本來連綿無盡嘅荒漠，又喺佢哋嘅智慧之下，變成綠蔭處處，物阜民豐，到處都見到現代化嘅城市。呢一個豈唔係神應許以色列人嘅流奶與蜜之地咩？因為佢哋相信神嘅大能，神就將恩典豐豐足足咁樣降臨大地。譚牧師，呢件乜嘢嚟嘅？代表乜嘢啊？成日見到噶喎。哇！呢個咧叫金燈台。嗱，呢個金燈台咧係英國政府喺1956年嘅時候咧特別送俾以色列嘅國會一件好特別嘅禮物嚟嘅。1956年，哦，即係唔係話點樣挖掘考古掘到出嚟嘅？唔係挖出嚟嘅。你睇下咧，係特別用青銅鑄造，高咧有5米，闊有4米。而以色列咧今日咧仍然用呢個金燈台咧作為佢哋國徽嘅好重要嘅一部分。嗱，原本嘅金燈台咧係響第2個聖殿嘅時候係擺響度嘅，但係提多將軍咧將佢劫擄咗去歐洲，代表咧以色列國嘅滅亡。即係搶咗人哋啲嘢去啦。冇錯啦，個金燈台咧下邊咧有個圓圈，你幾個字咧就係咧響聖經上面提到以色列啊，你哋要聽。上邊咧有2行字咧，就係撒迦利亞書好有意義嘅一句說話，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係依靠我嘅靈方能成事。呢度咁樣，嗱，國徽咧即跟有2個橄欖葉嘅，亦係咧響撒迦利亞書咧第4章裏邊有寫嘅。係啦，所以呢個金燈台咧係代表佢哋好重要嘅一個國家嘅象徵。冇錯啦。所以都擺喺國會對正呢度。冇錯啦，所以咧，其實以色列人咧，佢哋要復國咧，係付上好多嘅代價，人力物力啦，同埋猶太人咧都要相當嘅努力，先至有今日咁樣嘅復國嘅。幾多年啊？復國？嗱，1948年復國，到而家超過有60年啦。唔係，但係佢亡國到佢再復國係幾多年啊？嗱，亡咗個2500年，所以咧再一次喺1948年嚟到復國咧，所以呢個係相當大嘅神蹟啊！咁長時間仲可以復國啊！哇！由1948年開始，以色列人雖然有自己嘅國家，但係就仍然危機四伏。因為喺復國初期，人口大約只有65萬，但係周圍嘅22個阿拉伯國家總人口大約有1億5千萬，所以以色列一直處於戰爭狀態中。呢一個坦克博物館就展示當年以色列用過嘅軍備。其實就喺以色列宣布復國12小時之後，阿拉伯聯軍就對以色列發動總攻擊。埃及由南面進攻加沙同埋特拉維夫，敘利亞由北面攻打加利利，約旦同伊拉克就由東面攻佔約旦河西岸同埋耶路撒冷。以色列3面受敵，形勢岌岌可危。但係經過10個月嘅苦戰，以色列終於轉敗為勝，各方協議停火。不過之後又有1956年嘅蘇伊士運河戰爭，1967年嘅6日戰爭。
喺呢次戰役中，以色列又再次得勝，哥蘭高地、約旦河西岸同埋耶路撒冷全部落入以色列手中。呢一次戰爭歷時6日，以色列佔領咗佢哋原有領土嘅4倍土地。之後雖然再有1973年嘅贖罪日戰爭同埋其他零星嘅戰爭，但係都冇辦法再推翻以色列已經復國嘅呢一個事實。猶太人亦都可以安心打造佢哋嘅國家。奇妙喎！2000幾年前應許嘅一個預言，竟然喺而家可以應驗到喎，真係奇妙喎！而更加奇妙嘅咧，早在摩西嘅時代，上帝已經應許以色列人咧會幫助佢哋脫離埃及人嘅手，並且會帶領佢哋去到一笪地方叫做流奶與蜜之地。嗱，Bobo，你聽到流奶與蜜之地咧？你係咪會覺得嗰度嘅土地一定係好肥沃啦，同埋物產好豐富嘅咧？梗係啦，照字面都係咁解釋啦。不過我又有問題啦，流奶與蜜之地咁肥沃嘅土地，一啲都唔似係中東喎。中東係冚唪唥一片沙漠，咁乾旱，點樣種植咧？嗱，Bobo，你有冇食過以色列出產嘅水果啊？有啊。嗱，無花果啦，好甜啦，可以拎翻去煲湯都得咧。我中意飲嗰啲石榴汁，我仲加啲橙汁落去添，仲好味。好多生果啊，但係佢哋點樣種出嚟咧？嗱，如果你想知道佢哋點樣種出嚟咧，咁我哋就要睇下佢哋點樣用現代嘅科技嚟到將沙漠變成綠洲。嗱，陣間咧我哋就會去一個曠野嚟到睇一個以色列現代化嘅農場。哦，咁我明啦，以色列人好聰明啊，佢哋係用到神俾佢哋嘅智慧嚟克服到自然嘅環境，係咪咁啊？咁我哋一陣去睇嗰個農場啊，有冇樹上摘嘅生果咧？可能有得睇冇得食喎。咁啊，睇下都好嘅，增長見聞，唔使一定食嘅。可唔可以去睇啊？咁係咪真係想睇啊？係啊。係就唔好坐喺度啦，起身行啦。好啊好啊。由特拉維夫往南行，喺地理上嚟講，經過一段路程，應該會漸漸進入以色列嘅沙漠地帶，即係聖經所講嘅曠野。大架車行咗好耐。沿途所見都仲係一片又一片農田，有唔少仲係好大規模嘅溫室種植。到咗目的地，原來係曠野上邊其中一個公社。呢一啲公社由好多家庭組成一個小社區，合力以現代化嘅技術喺沙漠開墾出一片綠洲。想出去參觀佢哋嘅農田，就要坐上呢一啲拖拉車。沿途負責人就講佢哋點樣開墾呢一啲土地。佢話初嚟呢一度嘅時候，全部都係乾旱嘅沙漠，但係喺佢哋嘅努力之下，都已經變成每年出產豐富嘅農田。究竟佢哋點樣做到嘅呢？其中最重要就係將地下水引嚟呢一度，然後安裝自動化嘅灌溉系統，加上其他科技優化農田。所以就有今日綠化嘅面貌。而家見到呢一片咁大嘅農田，睇嚟唔似菜田，又冇果實，究竟種緊啲乜嘢呢？個負責人話：啲寶藏就喺腳底下。佢就徒手挖開啲泥，掘咗啲薯仔出嚟。哇！呢個大喎，呢個犀利嚇！哇！呢個就係 good size 嚟呢個。哇！啲薯仔啊 ，French fry 嚇，仲要炸薯條啊，炸薯條啊！嗱，呢個食得㗎啦，呢個唔失字。負責人話：佢哋人手唔多，全靠先進嘅農業科技，佢哋先至可以用最少嘅人力資源耕種呢一片咁大嘅土地，而且四季都可以出產唔同嘅蔬果。哇！呢全部夠大啦，呢啲啊，啱晒呢啲啊。呢個可以愛嚟焗啊。呢個做牛油呢個做薯條啦。
係嘛？呢個做薯蓉啦。炆啊炆啊，呢啲我嚟。唔好加咁多嘢喺度，天然食好食。好，帶翻香港啦，嗱，俾晒你啦，嗱，俾晒你啦，你拎翻去啦。好啊好啊。嗱，我哋嚟到呢度咧，你睇下嗱，周圍咧有好多嘅樹啦、草啦，同埋好多葡萄園啦。呢度真係好難想像呢度係一個沙漠啊！記唔記得聖經曾經咁樣講過？看啊，你哋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哋豈唔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嗱，呢個地方就應驗咗聖經嘅説話。嗱，呢度咧就係1980年之前咧，呢度係完全係沙漠嚟嘅。嗱，咩個沙漠咧？嗱，Bobo後邊睇下，嗱後邊咧見到黃色，爭咁遠喎，嗬？係啦，嗰啲係石地、沙漠地。嗱，嗰邊咧其實係巴勒斯坦嘅地方嚟嘅。最初約書亞嚟呢個地方嘅時候，神應許就係俾佢哋有一個流奶與蜜嘅地方。流奶與蜜即係表示咧係好豐富咁解。嗱，其實有一個解釋咧，就係以色列嘅南部咧係多數係畜牧嘅，就而家都係一樣。聽講話佢哋嘅牛咧每年咧係生產好多牛奶嘅。北邊咧都係咧係農作業嘅，就係咧好多農作物。呢啲農作物啊係非常豐富嘅。嗱，最著名嘅以色列有7種嘅出產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小麥、大麥、葡萄、無花果，仲有橄欖，仲有係石榴，仲有一樣棗啊，非常嘅甜嘅。我哋係咪耶路撒冷咪食過啲好甜啊？紅色嗰啲啊？係啦，而且啲椰棗咧非常多，係甜到不得了嘅。所以睇翻以色列嘅歷史咧，嗱當年約書亞咧即係帶領以色列人嚟到進入迦南美地。嗱，進入之前咧，佢哋派探子就睇下呢個神應許嘅地方係咪真係咁豐富咧？咁，所以個探子咧就抬咗，你知抬咗咩翻嚟啊？葡萄。係啦，好大粒嘅。冇錯啦，好大粒個葡萄，抬住好大粒嘅葡萄，表示到幾豐富咧。嗱，到到佢復國之後，1948年復國之後，咁當然佢哋要發展自己國家啦。嗱，佢復國嘅時候咧，仍然呢度咧，你睇落去咧，1980年之前咧係沙漠嚟嘅，乜都冇嘅。咁但係神祝福佢哋，當然啦，猶太人都好聰明啦，佢哋就引用一個科技，就係點樣咧？地下嚟到發掘水源，所以呢度你見到所有綠色啊、草啊、灌溉水咧，係由地下水出嚟嘅。即係呢度30年前本來係沙漠。沙漠嚟㗎，同嗰啲地方一模一樣嘅，石地嚟嘅，咁嘅地，係神祝福佢哋有咁嘅科技啦，同埋咧佢哋個雨季好少嘅啫喎，佢一年落個雨水咧係好少，但係咧佢哋真係好識咧利用呢個嘅引水道啦，引水入嚟啦，並且將啲水咧循回再用，佢哋唔嘥水嘅，所以你見到咧佢哋咧神祝福佢哋，但係佢哋都要努力，同埋又要即係用佢哋今日嘅即係科技咧嚟發展呢個國家。嗱，我哋不如而家睇睇呢度嘅葡萄園先啦。嗱，其實咧而家係冬天啦，所以見到咧都未曾有開花結果，但係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咧，到收成嘅時候咧，整大片呢個地方以前係沙漠，而家成為可以出產紅酒啦、白酒啦，同埋冰酒嘅地方。喺沙漠能夠有葡萄園，能夠出酒。嗱，而家乾晒咧，其實咧就係而家冬天啦。如果夏天嘅時候咧，你見到咧，哇，果實累累，綠草如茵，冚冷綠色，好靚嘅。同埋佢哋成個嘅設計咧，你睇翻落去咧係好有系統，即係佢哋要發展自己國家，增加自己國家嘅資源咧。一來要依靠神啦二來都要自己努力。所以呢一度村嘅附近咧，呢一班嘅居民咧，其實剛才你同我哋講咧，就係佢哋努力咧嚟到建立呢個嘅社區。只有2萬多平方公里嘅以色列國土，一半以上係沙漠，其餘嘅地方主要係硬石質嘅山區，只有2成土地可以用嚟耕種，但係每年降雨量就只有350毫米。喺咁差嘅自然條件之下，以色列人卻利用聞名於世嘅農業科技，以電腦灌溉同埋溫室技術結合，喺荒涼嘅沙漠中開發咗上百個嘅人工綠洲。
每年出產嘅農產品唔單止可以自給自足，仲可以大量出口。喺呢一度嘅市場，四季都可以睇到林林種種嘅蔬菜、瓜果，所有都係本地嘅出產，而且品質非常之高。有唔少亦都製成各種嘅乾果，因為以色列人好鍾意食乾果嘅，品種仲非常之多。呢啲係無花果，無花果呢個咧，呢個棗乾，呢啲菠蘿啦，嗱呢啲菩提子啦，小話，即係其實以色列好豐富啊！即係老實講，神土恩待芒果，冚唪唥都佢本土出產㗎。冇錯啦。你睇菩提子咁大粒嘅，菩提子乾咁大粒嘅。由於以色列時時都陽光充沛，就算而家係冬季，到咗中午其實都好溫暖，所以仍然睇到好多果樹長滿咗又大又靚嘅生果。哇！呢個橙好重手啊！我都係第一次喺樹上摘到橙落嚟啫喎。喺呢度咧又見到有檸檬啦、石榴啦，哇！仲有乜嘢啊？無花果。無花果啊！第一次見到喺樹上摘到落嚟嘅。係啊，我同你講過啦，嗱，以色列呢個地方咧，真係一片流奶與蜜之地。特別當佢1948年復國之後咧，佢哋全面咧種植好多不同品種嘅果樹，而特別多嘅咧就係葡萄啦。嗱，你知唔知點解以色列人種咁多葡萄樹啊？哦，葡萄係要嚟釀酒噶嘛？咦，牧師啊，酒能亂性喎，其實係咪唔應該飲酒嘅咧？唔係，我哋唔係話唔準飲酒，冇錯，酒能亂性，但係我哋唔鼓勵啫，更加我哋唔會贊成咧酗酒，同埋咧係飲醉酒。咩叫酗酒啊？牧師？酗酒咧即係上咗癮，唔飲唔得嘅。哦，醉酒鬼、酒徒。冇錯啦，酒徒。嗱，其實以色列人咧都好中意飲酒嘅。據考古學家嘅發現咧，遠在2000幾年前咧，以色列呢個地方咧已經種植好多個葡萄，並且有出釀酒嘅事業，所以咧其實呢個地方係好豐富嘅。到咗羅馬嘅時代，同埋咧穆斯林嘅時代咧，葡萄酒嘅產業咧一度停頓嘅。嗱，直至到咧20世紀80年代咧，咁啊以色列人咧因為想振興自己嘅經濟啦，所以咧就將呢個嘅葡萄事業咧全面發展，所以咧釀咗好多個葡萄酒，而且發展得非常嘅快添啊！我哋揾一個葡萄園主同我哋詳細介紹一下釀酒嘅過程啦，我哋一齊去啦！好啊，好啊。而家參觀嘅一家酒莊係一間比較家庭式嘅，由一對猶太夫婦經營。佢哋簡略咁介紹佢哋釀酒嘅過程、入樽同埋保存嘅方法。佢哋話，自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外嘅葡萄酒企業就十分睇好以色列嘅釀酒事業，因此有大大小小嘅酒廠成立。佢哋係屬於小型嘅精品酒莊，但係亦都有自己嘅品牌同埋特色。當然，亦都有好多大型嘅酒廠，佢哋釀造葡萄酒嘅過程就幾乎完全機械化，由葡萄嘅分離、壓榨、發酵、儲存同埋灌裝，都以現代嘅流水線完成，而且不斷咁改良種植同埋釀造技術，使以色列嘅葡萄酒產業向前邁上咗一大步。正如上帝向以色列人嘅應許，一片荒漠嘅土地，而家變成一個繁華嘅大都會，好似聖經預言嘅沙漠係變成咧流奶與蜜之地。真係一個神蹟喎！以色列呢個民族咁細啫嘛，竟然分散咗喺全世界各地，經歷咗2000幾年嘅苦難，都仲可以復國嘅。而更加令人驚訝嘅咧，以色列復國呢件事咧，聖經一早已經預言咗。今日我哋睇到以色列果然復國，
再一次俾我哋相信聖經所講嘅係真實而可信嘅。透過以色列呢個民族嘅歷史，我哋睇到聖經所講嘅上帝係一個又真又活嘅上帝。佢為人類所預備嘅救恩係與我哋嘅生命咧息息相關嘅。我真係相信嘅。嗱，李牧師、譚牧師，我唔係俾洗腦噶吓。嗱，我睇到呢一件咁樣嘅藝術品，當我每一次喺以色列拍上去天空，拍啲雲嘅時候，我就覺得好似睇到好似呢個天使咁樣飛翔喺天空之上，我覺得好受感動。我希望大家都會好好咁去認識下基督教呢個信仰，同埋我決定呢次返香港，我都要潛心咁閱讀聖經，了解多啲神嘅話語。我相信大家嘅生命都一定會經歷到，即如以色列民族一樣，經歷咁多苦難之後，仍然可以復國嘅神蹟。祝福大家，願上帝賜福你哋。猶太人只係一個弱小嘅民族，以色列亡國2500幾年，佢哋被驅逐離開自己嘅國土，而且分散到世界各地接近2000年，曾經被逼迫同埋屠殺，但係就冇被同化，又或者消滅，竟然仲按照上帝透過聖經預早嘅宣告，重返巴勒斯坦，成功復國，實在係不可思議，可以話係世界上一個奇蹟，亦可以說明聖經嘅真實可信。而呢一個敬畏上帝嘅民族，亦都有驕人嘅智慧同埋能力，抵禦四面嘅仇敵。同時喺短短數十年間，將一塊荒涼之地改造成為沃土良田，建立一個現代化嘅工農業國家。由以色列，我哋睇到神係掌管歷史嘅神，而佢亦都透過以色列民族為人類預備咗耶穌基督嘅救恩。當我哋相信上帝嘅大能嘅時候，發生喺以色列民族身上嘅神蹟，同樣可以發生喺我哋身上。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一地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
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滴滴恩語滋潤普世華人心靈，恩語之聲以世界各地華人經歷耶穌基督帶嚟生命改變嘅真實故事，透過全球電視同埋電台廣播網絡，仲有電腦互聯網廣傳福音，亦都以生命關顧電話熱線幫助有需要嘅人。我哋嘅事工好需要你經濟上嘅支持，就讓我哋繼續為福音齊心努力。